有的小伙伴可能有过一些痛苦的经历，这些经历在情感和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有些经历刻骨铭心，以至于大脑本能地保护你，把那些痛苦的记忆屏蔽掉，让它们变成幽灵，萦绕在脑海中。我们可以称之为情感性遗忘。情感性遗忘是一种防御机制，用来对抗与触发和创伤性记忆相关的难以经受的情绪，与一般的健忘症不同。这种创伤反应甚至在创伤事件过去后更长时间，最终还是会导致更严重的情绪失调。话已至此，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专家所说的一些表明一个人患上情感性遗忘的重要的警示信号吧。记忆碎片。情感性遗忘的主要迹象之一是情感记忆的碎片化。精神病学家妮可·华盛顿博士表示，创伤性事件会造成情感黑洞，与事件相关的具体细节和情感变得难以接近或被遗忘。这种选择性记忆丧失通常是一种保护机制，它保护我们免受与创伤相关的极端痛苦情绪的影响。因此，如果有小伙伴确定发生了某段时间或某件事，但断片了的话，这可能是患有情感性遗忘的迹象。回避行为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很像，创伤引起的情感性遗忘会导致回避行为。心理学家马修·托尔博士说，可能会开始无意识地避开某些地方、某些人或某些情况，这些会引发对过去创伤的记忆。比如，出过车祸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会回避开车，甚至坐在车里。这种回避是种应对机制，面对创伤性回忆时，这种回避会使我们免受压倒性情绪和痛苦的影响，但是它们可能会提供暂时的缓解，它们也会阻碍我们愈合和处理与创伤性事件相关情绪的能力。情感麻木。有没有小伙伴曾经历过创伤性事件，并从此产生了情感疏离感？这种难以与自己的感受联系，在情感性遗忘症患者中很常见。临床心理学家萨布丽娜·罗曼诺夫博士解释说，情绪麻木是大脑应对创伤性情绪冲击强度的另一种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悲伤、抑郁、焦虑和压力。可以理解的是，让自己同时感受所有这些事情，对一些人来说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解离。临床社会工作者乔斯林·杰林内克说，这种解离是情感性遗忘的另一个主要症状。通过遗忘来应对创伤的人，可能会体验到一种脱离现实的感觉，就好像他们是在自动驾驶车上，或从身体之外观察自己的生活。虽然这确实有助于他们远离与创伤记忆相关的情绪困扰，但也阻碍了他们处理创伤的能力，阻碍了他们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再次经历重现。小伙伴们都看过电影《壁花少年》吗？如果没有，那么接下来会来点剧透，你可以跳过这几秒。开始啦！在影片的高潮部分，主角查理患上了情感性遗忘症，并经历了他的阿姨袭击他的闪回。根据心理学家蒂芙尼·塔夫托博士的说法，创伤受害者通常会经历突然的压倒性的情绪波动，甚至有可能是由看似与创伤事件无关的事情引发。这些生动的情感回忆，即使没有具体细节的完整回忆，也突出了情感记忆的力量及其对一个人的精神和情感健康的深刻影响。所以，就像大家从这支影片中学到的那样，大家认为压抑痛苦的记忆真的能保护自己免受创伤的影响，还是会让我们陷入了情感的共鸣中呢？欢迎在下面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和评论。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不要忘记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还有一支7个说明不是坏人，只是受到了创伤的迹象影片，如果有小伙伴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话题的知识，反思情感性遗忘的重要性，鼓励我们深入研究人类的适应力和变革性治愈的潜力。当我们面对最深的情感创伤时，通过采取措施解决并克服我们过去的创伤，他们就会开始走向内心的治愈和情感成长。